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23年春节期间一则视频在加州华人圈疯传。视频呢拍摄于洛杉矶华人元宵晚会，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只见一位女子突然冲到舞台前方，对着所有人高喊道：“我受到了人身威胁，如果今天之后你们没有看到我，我死了，你们所有人要给我作证。”这话未说完，他便被工作人员制止了。会场随即响起了欢快的音乐，似乎是要盖掉女子的声音。女子呢不甘心地踱步上台，伸手去抢主持人的话筒，可惜又被主办方挡住。一群人在舞台上就这么你推我搡了起来。在拉扯的过程中女子的外套滑落，无意间显露出匀称的身姿。直到后来，她被告知你走错场子了，你要找的人应该在隔壁。他这才大步流星的悻悻离开，留下现场的吃瓜群众面面相觑，不明所以这位女子是被非法开除的员工吗？还是被老公出轨的原配呢？大家就纷纷开始猜测。同时有身处第二会场的网友留言说，这个女子开始的确是走错场了，后来到他们那儿大闹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索性在地上躺着，来了10个警察再把她给支走。而他要算账的那男的当晚压根就没来，说是身体抱恙。那人们不禁好奇他要找的男人到底是谁来，咱们带大家回到视频中，细听之下嘈杂的背景声中可以比较清晰的听到一个名字：黄春华。那么黄春华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时间来到2024年的9月6日，洛杉矶时报的一则重磅新闻震撼了整个加州华人圈。华裔亿万富翁黄春华，英文名 Charles Huang， 遭到前员工的勒索。这名员工以自己与黄的激情录像为筹码，要求黄支付2000万美元的封口费。这消息传开来，大家都感到震惊不已因为黄春华不仅被誉为华裔的楷模，还是很多人眼中的大善人他曾经多次向不同机构捐献大笔善款，也因此而登上了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U.S. businessman Charles Huang donates 50 million euro to 巴士華商黃春華捐贈英國母校5000萬。黃春華基金會準備向湖北劉道育教育基金會捐贈100萬美金。華裔企業家黃春華向中國武漢大學捐贈4000萬美元。難道說這又是一個好人沒好報的事例嗎？也有人猜測黃老闆這是遭到了仙人跳了，而知情人士則表示，這名前員工的真實身份其實是黃老闆的情人，1年前大鬧加州元宵節晚會的就是他。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今兒咱們就來講講這個美國華人億萬富翁的性勒索案。說起黃春華其實他的朋友圈裡呢，有一個更為聲名顯赫的傳奇商人養蓉。養蓉的故事我們也講過，沒看過的朋友們，我們會把鏈接放到視頻下方，可以去複習一下。作為華晨集團的創始人養蓉被稱作中國的國產車之父，後來經歷了資產清查、職務解除，夢想破滅後出逃美國。而黃春華呢，早年就是養蓉的親信部下，兩人移居美國之後仍然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呢，黃春華的經歷也被視為大佬故事的番外篇，或者說天下梟雄都是結伴出征的。多年以後黃春華也書寫了不亞於他前任老闆的財富傳奇。從2020年開始的疫情當中，他只用了1-2年時間就狂賺幾十億美金賺了錢之後，還向2所母校分別捐出7000萬和4000萬美金的巨款，打破了2校歷史上的個人捐贈記錄。一時間黃春華仿佛成為了一尊渾身金粉的活菩薩，誰靠上去就能沾來財富似的。也許有人就乾脆把它當成了行走的儲蓄罐，爆掉它就能爆出金幣。於是當黃大善人在神壇之上向這個光怪陸離、眾生飢渴的人間大撒金幣的時候，一場始料未及的風暴悄然而至，令他身陷桃色泥潭，也遭遇昔日夥伴的背刺和圍剿。黃春華出生於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新塔村。黃陂區呢，地處武漢北部，是楚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建制始於北周，歷史上2為國都，6為州府。不過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湖北的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尤其是在乡村地区，生活更是艰难。新塔村是最贫困的乡村之一，由于地势低洼、土地质量差等缘故，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即使到了现在新塔村的人均收入也非常低。1964年，黄春华便诞生在这个困顿的村庄，父母目不识丁，靠劳作养活着8个子女。在3年大饥荒刚刚结束的时代背景下，一对农民养这么多孩子，解决温饱都是个大难题，更别提子女们的教育和发展了。黄春华呢，是这个大家庭中的第一个儿子，在他之前有2个姐姐，作为家中长子，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无疑是幸运的，但他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家族的重担和未来的发展。现在作为家的长子上呢，你是要承担的这个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的那个重任，你跟其他的兄弟姐妹是不一样的，既是压力，但是也是动力，也是我今天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每个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父母的，对吧？但是呢，这个未来的前进的道路是你选择的。黄春华选择的道路就是牢牢抓住教育的机会，考出去才成活。他相信只有通过上学，他才能摆脱贫困的枷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他在成功后才会为自己的母校武汉大学捐献大笔资金。他相信在武大的求学经历是他日后在商界崛起的重要基础。捐款的时候呢，黄春华深情地表示，进入武汉大学学习是我走向世界的重要起点，我深信我个人的成就离不开母校的培养。1982年9月，黄春华以武汉高考状元的成绩从黄陂3中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管理专业。他是一个极具决断力的人，高考只填了这一个学校和这个专业，且不服从调剂呀。这种大胆的选择不仅需要自信，更体现了他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坚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敢于为此承担风险。这种魄力和决断力正是他日后在商界取得成功的关键特质之一。1986年6月，黄春华大学毕业，以全年级第1名的成绩被保送到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研究生。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大学生都是国家的宝贝，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那更是精英阶层了。其实到这个时候呢，黄春华已经靠读书改变了命运，完成了阶层跃迁的精彩开局。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出国留学潮高涨的时候，研究生毕业的黄春华也决心要出国深造。1988年，他获得了英国政府的奖学金，去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Glasgow 留学，并于1年后获得了 MBA 学位。1994年，他获得了该校的市场营销学博士学位。在英国的求学经历让黄春华开拓了眼界，积累了宝贵的人脉和经验。1994年，他在香港的 James Capel， 也就是现在的汇丰证券，任中国资本分析师，专门分析中国 B 股、H 股以及红筹股。就这样开始了他从事投资银行的职业生涯。他曾经参与了差不多20家中国内地与香港企业的上市或者2级市场的融资，特别是在1999年到2001年期间，成为中国在香港上市的第一批民营企业融资的领路人。2000年，黄春华加入仰荣开创的华晨集团，担任财务总监，在华晨和英国 MG 罗孚集团的战略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07年7月，他又加入了法国巴黎银行，成为中国资产研究和战略的董事，2年里取得了非凡业绩，被业界誉为金手指。2009年，他移居美国后，加入正道汽车公司，这是仰荣逃到美国后开创的一家汽车公司。黄春华再次和老领导合作，很快升任了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和副主席。2016年，52岁的黄春华在兼任正道汽车副主席之时，终于决定自己创业，在加州帕斯蒂纳创立了博嘉金融公司，主要投资医疗器械、医药、食品成分等行业。2022年，黄春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公司创立之初，他就为自己立下了2个目标。一呢，是让公司在5年之内取得巨大成功；二是在公司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捐款1亿美元。不过这些话呀，都是他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财富后说的。其实呢，博嘉在成立后的3-4年时间里，并没有太多亮眼的表现，其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人投资啊。那你说一个金融公司无法获得融资，这不是巧妇手里没有米吗？照此发展下去，黄春华是绝不可能实现自己定下的2个目标的。
但是命运啊，有时就是这么的出人意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席卷而来，改变了太多人的生活轨迹。有人在疫情中失去了亲人，有人因为经济冲击而破产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逆势而上，一举获得了成功。黄春华正是其中之一。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那个时候啊，全球医用物资和检测设备严重短缺，需求激增。黄春华呢，很早就捕捉到了这个亿万级的商机，迅速行动起来。他联合养龙的侄子许克宁，在疫情初期创立了英诺医疗集团，专注于核酸检测和防疫物资的供应。为了全力投入这项新事业，黄春华还辞去了正道公司的职务，专心经营这个英诺医疗。那个时候啊，英国政府宣布启动全民新冠检测计划 Operation Moonshot， 翻译过来呢就是登月计划。这个项目啊，也当然跟登月没什么关系啊。这个 Moonshot 呢，指的是充满挑战的项目。具体来说啊，就是英国计划每天要检测1000万次，以控制疫情。但是英国本地的生产能力又严重不足，本是配不上野心，所以啊，只能依赖进口。英国政府呢，从全球130多个供应商提交的快速检测试剂中，经过多轮的检测，首先选出了5家供应商，而黄春华的英诺医疗过关斩将，名列其中。同年9月，英诺就拿到了英国卫生部的第一笔大订单，1800万份检测试剂。不过条件也很苛刻，必须在20天内交货。其实啊，在接到这份订单前，黄春华已经提前在中国布局了生产，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供这么多的试剂，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当时英诺的供应能力大约是每天25万份试剂盒，那你想想，要想及时交付，还要去填补65万份的窟窿呢。但是啊，在黄春华的运作下，硬是通过整合供应链、加班加点的扩产，完成了这个订单，使得英诺成为唯一能够按时交付的供应商。英国政府非常开心啊，当天就和英诺签订了一份更大的订单，而这次是15700万份试剂。这一惊人的成功使英诺医疗迅速崛起，成为防疫物资供应的巨头。截止2021年年底，英诺医疗累计向全球提供了超过20亿份快速检测试剂。根据黄春华他自己透露呢，截止2022年，英诺医疗累计的净利润超过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0亿。黄老板一夜暴富，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啊！有意思的是呢，在英诺获得史无前例的成功之后，黄春华干脆就不拉投资了。这个博嘉金融公司的官网至今都还写着，该公司目前不寻求外部资本。当年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啊！在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后，黄春华立即决定以捐赠的形式回馈母校。他设立黄春华基金会，2021年9月，通过该基金会，先是向英国 Strathclyde Glasgow 大学捐资7000万美元，2个月后又给武大捐了4000万美元，以表达对2所母校的感恩之情。这2笔捐款都是这2所学校有史以来最大的个人捐赠。除了跟母校捐款之外呢，黄春华还向其他机构捐款，比如旧金山东华医院、洛杉矶梅医美医院、洛杉矶艺术区等等。为了表彰这位华裔企业家对美国社会在教育、创造就业、刺激经济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2021年加州政府还将博嘉金融公司评为加州年度企业。黄春华作为该企业创办人，也获得了加州年度商人、年度慈善家和年度杰出人物的称号。至此，黄春华从寒门贵子、乡村学霸一跃成为世界精英、华人之光。然而这层光环随着《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逐渐暗淡。文章揭露了一起性勒索案件，而案件中反复出现的被告孙小磊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大家还记得视频开头那个大闹元宵晚会的女士吗？其实在那次事件之后就有对黄春华比较熟悉的人认出了她。这位女士曾经是博嘉金融公司的公共关系主管，此前还曾经陪黄春华一起出席了武汉大学加州校友会的活动。而随着《洛杉矶时报》将真相揭开，公众开始意识到，这位风光无限的成功人士背后，或许还隐藏着一段纠缠不清的婚外情。这个英雄难过美人关的现实故事，让黄春华完美无瑕的形象首次显露出裂痕。2024年9月6日，41岁的孙小磊，58岁的丽华 Stearns，
和64岁的小东佘三人因针对黄春华进行性勒索，在帕萨迪纳高级法院接受了初步听证会。黄春华在2天的时间里讲述了他与孙小磊的关系。据他说孙小磊此前住在纽约，是一名健身教练。2022年4月呢，黄春华为孙小磊在自己的公司提供了一份高薪职位。5月份还以公司的名义购买了一栋联排别墅作为员工宿舍，安排孙住了进去。2个人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自愿发生了5-6次肉体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2022年彻底破裂。黄春华是怎么认识的孙小磊呢？这个报道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不过有人说孙小磊一开始是黄春华的健身教练，后来发展成了情人关系。而关于孙小磊的信息网上其实非常少，但是神通广大的网友们扒出来了一系列疑似是孙小磊的 YouTube 视频。在视频中呢，他的 title 是美国首位华裔女性性心理咨询师，英文名叫做 Sunny。 几个视频都发布于2021年。 Sunny 老师在里面衣着清凉，围绕着两性关系展开了一系列深入浅出的话题，把男男女女的那些事儿分析的是头头是道。这些视频里头呢，有些内容还算靠谱有些则属于办公室等公共场所不能随便打开的那种。比如在一期视频中， Sunny 老师以一根香蕉作为参照物，言传身教大家怎么去测量尺寸，还不忘总结出一套如何能够获得满足感的参考公式，看得人脚趾抠地，如芒刺背网友分析了，从眉间那颗标志性的黑痣和视频下方简介的名字来看，这位 Sunny 孙女士大概率就是孙小磊。离婚那张纸上面写原因都写性格不合，请把格字去掉，哪儿那么隐晦？明明就是性不合，性占多大的比例？性占100%的比例，性占最重要的因素，不然你以为我干嘛要做性咨询师呢？不仅如此，2020年的时候，孙小磊还参演了一部叫做《魔性燃脂大全》的节目，教大家在家减肥健身。不过现在已经搜不到任何关于这个节目的影像资料了，不知道是胎死腹中还是观看量太少以致下架总之呢，Sunny 老师的这番努力显然并没有在他的事业上掀起太大的浪花。吃瓜群众们还顺藤摸瓜发现了孙小磊的领英主页，因为他的脸书和领英是同名，而且使用了同一个头像，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本人。从领英上面可以看到，他大学本科就读于山西太原的中北大学，不是什么985、211，是一个普通的本科，专业呢是社会体育学。06年毕业后，先是在太原当健身教练，08年到11年在美国获得了爵士舞教练资格证，最后的一段工作经历停留在2013年北京的一家健身俱乐部。而至于当初他为什么去美国，2013年之后又从事了什么职业，就无从得知了。客观来说无论是在生活阅历、教育背景还是认知层次上，黄春华和孙小磊两个人的世界很不一样。黄春华是从中国农村奋斗为亿万富翁，一路上经过了艰辛的求学和商场的历练。孙小磊的经历呢，相对比较难理出一条主线，可能健身教练算是他最本职和擅长的工作，但是距离黄春华所处的富豪圈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然而爱情的萌芽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也许正是彼此身份的巨大差异，让孙小磊对黄春华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向往，而黄春华也被他的年轻活力所吸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个差异逐渐就成为无法弥合的裂痕。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让两人的关系最终走向终结。分开后的孙小磊并不甘心，一方面他难以接受这段感情的结束，另一方面他也无法舍弃和黄春华在一起时享受到的奢华生活，于是这段故事才有了接下来的发展。两人分手后不久，2023年2月，一个叫丽华的女人找上了黄春华，约他在阿尔卡迪亚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里面见面。咱们前面提到过这个丽华她正是本案中3名被告之一，而她的再婚丈夫佘晓东同样也是被告。至于他俩是如何和孙小磊搭上关系的，这法庭文件里并没有透露不过拉斯维加斯的法庭文件显示，丽华呢曾经在30多岁的时候多次因为非法性交易而被逮捕，说白了就是卖淫被抓。她当初呢应该是通过嫁给当地人获得了这个 Stearns 的夫姓以及在美国居留的合法身份。离婚后呢，她既没有改姓氏，也没有什么独立谋生的手段，因此就做起了皮肉生意。丽华后来与现在的这丈夫佘晓东结婚，婚后也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不过后来作罢了。
他来美国多年，但是在这次听证会上仍然需要中文翻译，想来他的语言也不是很好，再加上没什么谋生本领，二婚后的日子估计也不太好过。或许是因为这些个原因吧，他后来曾经尝试去开按摩店，第一次申请执照的时候呢被拒绝了，后来再去申请才获得了一个临时执照。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2013年丽华没有再去续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临时执照。而根据警方调查呢，这对夫妻在这起性勒索案中扮演的角色是孙小磊的代表，代理孙小磊和黄春华展开谈判。丽华在咖啡厅就对黄春华放出大招啊，说孙小磊在别墅里偷偷安装了监控，拍摄了好几段他们二人的激情画面，开口就要2亿美元的封口费。如果黄春华不愿意支付这笔钱，视频就会被公之于众。这个价格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眼中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荒谬至极啊！但是呢，丽华夫妇和孙小磊显然深谙黄春华的软肋，那就是黄老板的名誉。果然，黄春华听后很震惊，很害怕，他压根没想到自己的红颜知己竟然是有备而来，而且简直是有预谋的桃色陷阱啊！为了不被泄密，他同意支付一些钱，但是他表示2亿这个数字 ridiculous， 太可笑了，他根本没那么多钱，因为钱呢都在公司用于投资了呀。最终几人经过3轮协商，同意以2000万美元了结此事。黄春华也很快向孙小磊支付了首付60万美金。很多人对于黄春华这种大手笔感到疑惑，认为他简直是人傻钱多啊。然而黄春华在法庭上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解释，他说作为一名商人，公众形象和名誉对于事业至关重要。几十年来他辛苦建立的华人商界楷模形象，不仅为他赢得了社会地位，也成为他开拓事业的重要资本。一旦这个激情大片被公开，那不仅会让他和发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分崩离析，也会给他的商界名誉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更重要的是，黄春华的家人将直接成为舆论的受害者，特别是刚出生的小外孙，他不愿意让家人承受这种无辜的压力。这要多说一句，你这会儿知道不愿意让人家承受压力了，那早干嘛去了？此外黄春华也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对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崇敬和追随。咱们中国文化的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一旦激情视频被曝光于天下，这不是光着身子推磨转圈丢人吗？以后熟人见了来一句，老黄啊，这修身齐家怎么修出了爱情动作片啊？那这样的代价或许要远高于那2000万美元。因此在权衡利弊后呢，他决定答应孙小磊的要求，希望用金钱了结此事，保住自己的家庭和名誉。不过黄老板毕竟是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油条了，他很快意识到2000万美元这不是一个终结，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万一他付了这2000万之后，对方继续勒索怎么办呢？很明显跟他打交道的人并不是很讲武德呀。所以一边他和这3位被告周旋，一边他就聘请律师和私家侦探秘密收集与被告的对话证据，等待取证足够之后就报了案。2023年5月2日，黄春华将丽华约到了一个公园，丽华被埋伏在那儿等候多时的警察一举抓获。第二天她的丈夫也被抓，而孙小磊看到情况不妙，就选择了自首。由于这个性勒索它属于刑事案件，由当地检察官对3人提起了诉讼。听证会上，检察官并没有出示任何的猛料视频，而是提到黄春华当时说丽华用手机播放了一段简短而富有遐想空间的视频，说视频中的他正在脱裤子。检方表示这3人已经构成了勒索罪的所有要素，如果定罪，最高可判4年刑期。不过3人拒不认罪。孙小磊的律师辩称孙小磊并非敲诈勒索，某种程度上他才是受害者。你看2023年的时候，我们孙女士就通过律师给黄春华发过律师函，指控他以工作为幌子，诱骗孙女士从纽约前往加州帕萨迪纳。这次闹出来的事儿，其实是因为孙女士想要与黄春华达成和解，只不过是这个谈判的手段笨拙了一点。另一边丽华夫妇2人的律师有着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说实际上他们2人才是真正的冤大头，因为他们都是黄春华的打工人，是为了帮他解决麻烦才出面和孙小磊协商的。理由呢是他们在和黄的这个交流过程中一直称他为老板，
这丽华还说了，黄春华还跟他们夫妇谈生意上合作的可能呢，信誓旦旦地向他承诺，如果你能把这个英诺检测盒卖进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咱们还可以谈点这个股份奖励。不过话说回来，在咱们中文语境里，老板这个词儿往往只是尊称，并不代表真正的雇佣关系啊。不管怎么说吧，最后法官是裁定检方的起诉成立，三人将在2025年正式受审。这起案件中表面上看黄春华似乎站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但是在听证会上，他的许多秘密也被揭露得一清二楚。比如他承认自己曾经与公司另一位高管发生过性关系，孙小磊还在今年4月对黄春华提起过民事诉讼，指控他性侵和性交易等不法行为。而且在这场听证会进行的同时，黄春华也被曝光正陷入其他几起与前商业伙伴的民事诉讼中。他指控2位前合作伙伴窃取了超过 1.06 亿美元的佣金，而对方则反诉称黄春华把公司资金挥霍在了不良投资和奢侈生活上，包括给情人高薪吃空饷。起诉黄春华的几位前合伙人呢，正是前老板养荣的侄子许克宁。法庭文件显示，许克宁自述与黄春华已经相识超过20年的时间了。2020年后，黄春华给了他英诺医疗的这个合作 offer， 许诺给他 50% 的公司股份。为此呢，许克宁举家就搬到了帕萨迪纳，还垫付了公司运营初期的大量成本。但是在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后，许克宁指责黄春华并未能如约给他当初许诺的股份，反而将公司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任意使用公司资金来给他自己提供奢侈的生活，包括购置1800万的超级豪宅，花7000万购买私人飞机等等。许克宁为此就向他索要4亿美元作为赔偿。当然了，目前这些呢也是许克宁一方的说辞，在黄春华这一方看来他也可能是因为欲壑难填，看到黄春华对各个机构这么大方的捐赠，对既得利益日渐不满，想要追求更高的回报罢了。如果当初不是自己攒的这个局，他们可能一生都难以获得这么高的财富，真是贪心不足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到了这份上，他和合作多年的老友和前老板也算是撕破了脸，分道扬镳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合作伙伴有的时候就像夫妻关系一样，可以同苦，难以共甘。不得不说因为这次婚外情，黄春华被爆出的诸多官司缠身，与合作伙伴分道扬镳，这个可能要比婚外情本身更加糟糕，甚至损害他作为商人的信誉。而得知了婚外情的黄太太也曾经申请过离婚，不过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撤回了申请，但这也足以说明黄春华的家庭也出现了裂痕。一代功成名就的儒商典范，因为色字头上一把刀，落得现如今如此尴尬的境地，着实让人唏嘘感慨。黄春华的故事不仅是财富与权力的缩影，也映射出人性中深层次的欲望与脆弱。他从黄皮走出来，改变命运的那一刻，以及在商界摸爬滚打的几十年，可能从未想过，再次转动他命运车轮的，居然是自己参演的一部爱情动作片。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下期再见。